很少有一款地面重型装備能像俄羅斯 T-90 主力戰車這樣，同時身披着耀眼的光環，又深陷於慘烈的實戰爭議。這台被寄予厚望的陸戰重器，難道真的是不堪一擊的鋼鐵玩具嗎？為什麼一款號稱裝備了最前沿防護科技的現代戰車，在遭遇打擊時，卻依然無法擺脫冷戰老式戰車那令人震悚的殉爆宿命？在北約主力戰車動輒瘋狂增重到70噸的今天，它究竟憑什麼死死守住不到50噸的紅線？要化解這些戰術上認知的巨大撕裂，我們必須撕下外界賦予它的各種標籤，回歸到最冷酷的裝甲車輛工程學。從工程的視角來看， T-90 從來就不是什麼憑空出世的科幻神車，它本質上是冷戰末期蘇式大縱深裝甲集群的粗獷作戰理念，與現代電子及防護技術進行了一次強行融合。這台戰車完美詮釋了防務工程中一個最現實的命題：如何在嚴苛的預算限制與戰場生存率之間進行近乎殘酷的物理妥協。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輛飽受爭議的戰車，它值得稱讚的部分設計和糟糕的戰場表現。看過之前視頻的觀眾都知道，因為這輛戰車在俄烏戰爭中糟糕的表現和無視駕駛人員逃生安全的設計，火力軍給 T-90 命名為俄羅斯王牌戰車。但不可否認， T-90 身上還是具備一些優點的，儘管這些優點在俄羅斯的手裡被無限縮小，缺點反而無限放大。1991年，隨着蘇聯這座大廈轟然倒塌，俄羅斯國防預算迎來了斷崖式的暴跌。當時的俄軍手裡雖然握着性能強悍的 T-80系列主力戰車，但那顆喝油如喝水的燃气涡輪引擎以及隨之而來的高昂維護費用，成了處於經濟寒冬中的軍工體系難以承受的重擔。軍隊迫切需要一款既能維持大國裝甲門面，又必須造得起、養得活的新一代主力戰車。面對這個棘手的考題，烏拉爾機車車輛廠的工程師們交出了一份務實的答卷。他們沒有去畫一張遙不可及的全新設計圖，而是選擇了一門妥協的藝術縫合。在車體底盤部分，工程師沿用了 T72B 成熟、廉價且久經考驗的柴油動力與懸吊系統，確保了整車的技術可靠性。而在決定戰車打擊精度的大腦部分，他們則毫不吝嗇地移植了當時最頂尖的 T80U 火控系統。這款原本內部代號為 T72BU 的戰車，為了洗刷老舊 T72在海灣戰爭中被單方面屠殺的負面形象，最終被官方拍板命名為 T90。從工業與商業的角度來看，這種將高端電子子系統與廉價成熟底盤融合的高低搭配，是一次無比精確的決策。它不僅勉強穩住了俄羅斯陸軍的裝甲基本盤，更憑借超高的性價比，成功拿下了印度等國家的海外訂單。不過，如果攤開它的參數表， T-90 在防務工程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對重量那近乎偏執的克制。我們可以橫向對比一下同時期的北約陣營，美國的 M1A2 艾布蘭或是德國的豹2系列，走的是一條通過堆砌装甲來提升生存率的增肌路線，戰鬥權重動輒飆升至65噸，甚至逼近70噸。而 T-90 的設計師卻將整車重量壓制在46噸到50噸的紅線內。這種堅持是俄羅斯向地緣戰術低頭的結果。不到50噸的輕量化身軀賦予了它非常低的後勤門檻。T-90 能夠輕鬆碾過東歐鬆軟的春季泥濘，也能安全通過亞洲地區承重標準較低的鄉間橋梁。更關鍵的是，它的尺寸完美契合了龐大的鐵路運輸基準。在需要進行上千公里的戰略調動時，它的裝載與運輸效率遠超那些必須依賴特種重型拖車的北約巨獸。但是，既然嚴格限制了總重量，就意味着 T-90 根本無法像北約戰車那樣，在車身周圍包裹厚達數十公分的拼油或複合裝甲塊。那麼，一個重量不足50噸的鋼鐵軀殼，要如何在充斥着高初速穿甲彈與反戰車飛彈的戰場上存活下來？俄羅斯工程師拿出的方案是一套在90年代顯得相當超前的洋蔥式多層防護體系。這套系統的核心邏輯不是盲目堆砌厚度去硬扛，而是像剝洋蔥一樣，在敌方火力命中的不同階段，層层削弱它的破壞力。最外層的第一道防線是主打電磁欺騙的軟殺傷手段——充電衣光電干擾系統。如果你看過 T-90 早期的照片，一定會對炮台正面那兩盞散發着詭異紅光的紅眼睛印象深刻。這並不是為了在視覺上恐嚇對手，而是高頻紅外線干擾器。在面對採用半自動指令瞄準線制導的反戰車飛彈，例如早期的陶式飛彈時，這兩隻紅眼睛會發射出與飛彈尾部夜光管頻率極其相似的紅外線脈衝，這會直接導致敵方發射陣地的制導主機產生邏輯混亂，誤判飛彈的位置，最終讓這枚致命的飛彈在半空中失去控制，一頭栽進泥土裡。除了主動发出干擾，充電衣還聯動了一套高靈敏度的雷達告警接收器。當敵方戰車或武裝直升機的雷射測距儀照射到 T-90 車體時，系統會瞬間拉響警報，並自動控制炮塔轉向威脅來源，同時向空中拋射特制的煙霧彈。這種煙霧不僅能遮蔽肉眼視線，更含有能阻斷雷射與紅外線穿透的金屬氣溶膠，
在幾秒鐘內徹底切斷敵方的火攻鎖定。然而，在現代高強度交火中，總會有突防能力更強的飛彈，互不講理的戰車主炮穿透這層軟殺傷煙幕。當碰撞不可避免時，會迎來了 T90 的第二道防線——重型爆炸反應裝甲。早期的反應裝甲僅僅能對付依靠金屬射流破甲的反戰車飛彈，但面對北約主力戰車發射的唯一穩定托克穿甲彈，那種由鎢合金或贫鈾制成、以數倍音速飛行的重金屬穿甲桿時，老式反应装甲如同虛設。為了對抗這種純粹的動能， T90 披掛了全新一代的接觸5，甚至更後期的化石重型反應裝甲。它的工程防禦原理堪稱暴力，在金屬裝甲盒內部斜向布置了高爆炸药。當敌方的高速穿甲桿擊中外殼的瞬間，炸藥被引爆，猛烈向外推開厚重的金屬面板。這塊被炸飛的金屬板不僅會強行干擾穿甲桿的飛行軌跡，更會利用爆炸產生的橫向牽引力，像折斷一根鉛筆一樣，直接將飛行中的穿甲桿折斷，或使其發生嚴重彎曲，大幅削弱它的穿透力。從早期的 T90 原型車到後來的 T90A， 其炮塔經歷了一次顯著的物理重構。工程師拋棄了蘇聯時代標誌性的圓潤鑄造炮塔，轉而採用防禦性更好的多邊形焊接炮塔。在炮塔正面的裝甲弓腔內嵌了由高硬度鋼、玻璃纖維以及特種橡膠交替疊放的複合裝甲模塊。這種不同材質的交替排列能夠有效干擾聲波與衝擊波在材料內部的傳導。當殘餘的穿甲動能撞擊橡膠與玻璃纖維層時，這些非金屬材料會通過自身的形變吸收大量的熱能與動能，最終將原本致命的穿透力化解在裝甲的內部夾層中。分析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 T90 防務設計的務實之處。這是一套典型以小博大的工程算計。設計師主動放棄了對車體側面和後方的重度保護，將寶貴的重量限額全部集中在炮塔正前方60度的迎敵界面上，通過電磁欺騙、爆炸折斷、复合吸能這3層交疊，硬生生用不到50噸的重量換取了足以在正面抗衡重型穿甲彈的特定防禦力。不過，武器內部空間是恆定的。當一輛體積緊湊的戰車將大量空間讓渡給厚重的正面裝甲後，車體內部的機械布局就不可避免的會變得擁擠。而這種為了追求極致DI輪廓所做出的空間妥協，直接催生了蘇式戰車身上那個最具爭議也最致命的機械中樞。接下來，我們將切入戰車內部，看看那個在實戰中屢屢釀成災難的自動裝彈機。當我們將防務工程的視角從 T90 厚重的外部裝甲切入到戰車內部時，你會發現，為了將整車重量控制在50噸以內，並維持欺騙性的DI輪廓，車體內部的空間已經被壓縮到了極限。在這個局促的金屬盲盒裡，要操作一門大口徑火炮，俄羅斯工程師不得不做出一個改變蘇系戰車命運的決定：裁撤装填手，將火力投射的重任全部交給一套冷冰冰的機械总成。T90 搭載的是一門125公里的 2A46M 滑膛炮。如果單純比拼發射傳統托克穿甲彈時的炮口初速與穿透力，這門主炮在面對北約注入豹二戰車上的120公里滑膛炮時劣勢巨大。但俄羅斯人在這門炮上點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科技術：炮射飛彈。在現代戰車中，北約裝甲部隊更傾向於在2000到3000公尺的距離上，利用高性能火控與高速穿甲彈進行硬碰硬的动能對決，而 T90 則配備了 9M119M 反射式雷射導引反戰車飛彈。這種飛彈可以直接像普通炮彈一樣塞進炮管裡發射，這在戰術上構建了一個典型的超視距非對稱優勢。當敵我雙方的裝甲機群在開闊的平原上遭遇時，而 T90 可以在4000到5000公尺的安全距離外，提前利用主炮發射飛彈，精確敲掉對方的高價值目標。這種遠程交戰邏輯大幅彌補了其在常規穿甲彈性能上的短板。但無論是發射先進的飛彈還是常規炮彈， T90 內部最為核心也是最具爭議的機械裝置是它底層的轉盤式自動裝彈機。在冷戰時期，蘇聯工程師對這套全自動機械系統可以說是愛不釋手。從工程優勢來看，它的引入帶來了2大立竿見影的紅利。第一，去掉了人類装填手後，戰車的炮塔不需要再為了容納一個成年人站立作業而設計的那麼高大，這直接造就了 T90 極為扁平低矮的正投影面積。但沒有現代先進熱成像儀的年代，一輛趴在灌木叢後方、輪廓極小的蘇式戰車是敵方炮手很難在瞄準鏡裡快速捕捉的目標。第二，人類的肌肉是會疲勞的，在地形崎嶇、剧烈顛簸的越野行进中，要求一名装填手抱着幾十公斤重的120公里炮彈在摇晃的車艙內穩定、快速地塞入炮膛，是一項極耗體力的挑戰。而機械不會疲勞，無論外面的地形多麼惡劣，這台位於炮塔下方的裝彈機始終能以恆定的節拍維持每分鐘7到8發的穩定射速。從純粹的機械設計來看，這套自動裝彈機是一個巧妙的工程方案。但問題在於，工程師為了妥協車體尺寸，將這套系統的位置安放到了一個戰場上最致命的地方。如果你拋開 T90 的車體，你會看到在這個轉盤式裝彈機內，以環形陣列的方式整整齊齊地豎放着22發隨時待命的炮彈與發射藥筒。
而這個巨大的火藥庫就赤裸裸地安置在車長與炮手的腳底板正下方，沒有任何裝甲隔艙進行隔離。在真實的戰場交火中，沒有任何裝甲是絕對不可擊穿的。當敵方的高速穿甲彈或是攻頂反戰車飛彈成功貫穿 T90 的外部裝甲時，炽熱的金屬射流和四處飛濺的高溫裝甲破片會瞬間湧入擁擠的成員艙。只要有一塊高溫破片觸碰到了中彈機裡任何一發裸露的發射藥筒，就會瞬間引發連鎖反應。幾百公斤的高能火藥在封閉的鋼鐵空腔內同時爆燃，產生的高溫高壓氣體根本無處宣洩。這種急劇膨脹的能量會迅速尋找車體結構上最薄弱的突破口，也就是炮塔與車體連接的炮塔底圈。在巨大的底火推力下，重達10幾噸的炮塔會猶如香檳瓶塞一般，直接炸飛到幾十公尺高的半空中。這就是讓無數装甲兵聞之色變的飞炮塔現象。面對這種慘烈的戰損模式，我們不妨比對一下北約戰車的底層設計邏輯。以美軍的 M1A2 為例，北約工程師將絕大多數炮彈存放在炮塔後方的尾艙裡，他們在成员艙與彈藥艙之間加裝了一道厚重的防爆滑門，並且在彈藥艙的頂部設計了脆弱的泄壓板。一旦彈藥被擊中起火，防爆門會死死擋住火舌，而頂部的泄壓板會被物理衝開，將爆炸的能量強行導向車外天空。這種北約保人與蘇式保車的設計邏輯，本質上是不同戰術需求下的產物。北約選擇增大戰車體積與重量，用65噸的龐大身軀換取成員在遭擊穿後的生還力，而 T90 的設計師則篤信最好的防禦就是不被擊中。他們用極限低矮輪廓來降低中彈幾率，但代價就是一旦運氣耗盡被擊穿，車內的成員將沒有任何生還的可能。帶着這套毀譽參半的火控與裝彈系統， T90 在火力投射上確實展現出了非對稱的獠牙。按理說，擁有低矮輪廓與遠程炮射飛彈的他，應該是一名擅長打完就跑，在掩體間靈活穿梭的戰場刺客。但令人費解的是，在現代高強度衝突的實況畫面中，我們经常看到 T90 在開火後不僅沒有迅速倒車退回掩體，反而要在敌方的火網下笨拙的原地掉頭，將最薄弱的尾部裝甲暴露給對手。究竟是怎樣的机械原罪，讓這台戰車在戰場上做出了如此致命的戰術動作變形呢？如果只看戰車的參數， T90 在越野機動性上絕對是将俄式暴力美學發揮到了極致的王者。得益于将重量死死壓制在50噸以內的取捨，這台戰車在動力匹配上獲得了巨大的先天優勢。在 T90 的引擎艙內塞入了一具可輸出1000至1130匹馬力的 V92S2F 渦輪增壓柴油引擎，把這個馬力值除以不到50噸的車重， T90 的推重比輕鬆跨越了每噸20匹馬力的優秀線。更重要的是， T90 不僅更輕，還配備了寬大的履帶，這種組合帶來了極低的接地壓強。在東歐平原那種泥濘中， T90 往往能夠靠強悍的抓地力與低矮的車身，在沼澤和深雪地帶如履平地，持續保持高強度的戰術推進。可以說，只要是掛上前進檔， T90 在複雜地形下的通過能力，完美契合了大縱深作戰的突擊需求。但真實戰場絕不僅僅是朝着目標無腦狂奔。當我們把視線拉回現代高強度的交火實況，你會發現一個令人費解的致命現象。在現代裝甲對抗中，最標準的保命戰術叫伸縮炮。戰車通常會躲在掩體或土坡後方，利用地形掩護車體，只露出炮塔進行觀瞄。鎖定目標後，戰車向前開出一小段距離開火，隨後立刻掛上倒檔，以極快的速度向後倒車退回掩體，躲避對方的反擊。像北約的豹2或是 M1A2 戰車，其倒車速度可以輕鬆達到時速30甚至40公里，完成這一整套戰術動作只需要短短10幾秒。但如果執行這套戰術的是 T90， 畫面就會變得異常殘酷。因為這台戰車的極限倒車速度只有令人窒息的每小時4公里，這個速度基本上就等於一個成年人步行的速度。為什麼一台擁有上千匹馬力的戰爭機器倒車速度會慢得如此離譜？答案依然藏在那套縫合怪的底層架構裡。當年為了節省研發成本與時間， T90 直接沿用了老舊的 T72 底盤傳動系統。這套誕生於上世紀60、70年代的機械式行星齒輪變速箱，雖然結構簡單，造價低廉且耐用，但它在設計之初，在擁有7個前進檔的情況下，卻僅僅只配備了1個倒檔。這種偏執的機械設計，其實是冷戰時期蘇軍戰術思維的具象化。在當年的核戰爭推演中，蘇聯龐大的裝甲洪流接到的唯一指令，就是朝着英吉利海峽方向全速突擊，絕不後退一步。在那種不計傷亡的決戰教範裡，戰車根本不需要快速倒車的功能，所以蘇聯果斷扣下 S 鍵。然而，當這套60年代的傳動齒輪被原封不动地搬到現代戰場時，當年省下的研发成本立刻变成了成员的催命符。在發現及摧毀的交戰規則下，開完炮後以4公里的時速緩慢倒車，無異於在敵方火控雷達面前進行定點標靶展示。敵方的反擊火力，無論是穿甲彈還是飛彈，都有充裕的時間完成鎖定並摧毀這台慢吞吞的機器。因為倒車速度實在太慢， T90 的裝甲兵在實戰中被迫發明了一套新的戰術。
為了快速撤離火力覆蓋區，車長往往會下令釋放煙霧彈，然後駕駛員原地猛打方向盤，將整個戰車180度掉頭，直接掛上前進檔，瘋狂逃命。這種被機械缺陷逼出來的非正規操作，直接導致了一個災難性的戰術後果。戰車在撤退時，將裝甲最薄弱且散發着巨大熱源的尾部引擎艙毫無保留地暴露給了敵方的射手。此時，只要一枚廉價的單兵火箭筒或是 FPV 自殺式無人機命中車尾，引擎就會瞬間癱瘓。而在現代戰場上，失去機動能力的戰車，其最終的命運必然是淪為一堆燃燒的廢鐵。低矮的輪廓換來了致命的彈藥庫，便宜耐操的底盤帶來了倒車4公里的機械絕症。T90 的身上交織着太多冷戰遺留的枷鎖，難道俄羅斯的工程師就眼睜睜看着這些硬傷在現代戰場上被無限放大嗎？事實上，防務工業的自我修正從未停止。進入21世紀後，俄羅斯軍工體系傾盡全力，試圖對這台老舊的缝合怪進行一次北約重構，但真的能打破枷鎖嗎？俄羅斯的軍工體系其實早已清楚地意識到了之前我們看到那些致命的基因缺陷。為了讓這台冷戰遺留下來的平台能夠勉強在充斥着無人機與高科技火控的現代戰場上生存，工程師們傾盡全力推出了 T90 家族的最終进化形態 T90M 突破。如果你第一眼看到 T90M， 你會發現它在外觀上已經徹底褪去了蘇聯老式戰車的圓潤感，變得稜角分明，甚至透着濃濃的北約重裝甲風格。最核心的改造發生在炮塔上，工程師終於正视了彈藥集中存放帶來的殉爆噩夢。在全新的焊接炮塔後方，他們破天荒地效仿了北約戰車的設計，增加了一個帶有裝甲隔離的泄壓板的尾艙。他們将原本散落在成員艙各個角落的備用炮彈統一轉移到了這個相对安全的尾艙裡，雖然這無法完全消除殉爆，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成員在遭擊穿後的生還幾率。而在決定交戰效率的申請證書上， T90M 補齊了現代戰車不可缺少的一塊拼圖，車長軸式熱成像儀與卡利納火控系統。在過去 T90 雖然有不錯的火炮，但車長的搜索視線非常受限。如今借助這套先進的光電複合感測器， T90M 終於實現了。此外，車尾還悄悄增加了一具輔助動力單元，這樣戰車在進行防守伏擊時可以徹底關閉轟鳴的主引擎，僅靠 APU 來維持火控雷達與冷心運轉。看上去這台縫合怪似乎補齊了所有的短板，但這些披在表面的現代化套件真的能徹底拔出它基因裡的缺陷嗎？答案是令人遺憾的。因為 T90M 依然受制於 T72 那套尺寸固定的底盤，它最核心的那22發待發彈藥依然只能赤裸裸地擺在自動装彈機的轉盤裡，踩在成員的腳下。而它的機械式傳動箱受限於底盤內部狹小的安裝空間，依然無法替換成北約那種體積龐大但可以快速倒退的綜合傳動系統。這台重視升級的現代戰車依然只能依靠那個緩慢的個位數倒車時速，在敵方的火網下艱難挪動。客觀來講， T90 是一台優缺點都被放大到了極致的工業產物，但它的優點放在了昨天，而缺點被现代戰爭放大到了極限。好了，關於 T90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未來的戰車應該繼續走重裝甲路線，還是會回歸輕量化設計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